老公，你工作忙，老八没什么事，我们在这里看着他就行，你先回去做事吧。海童让战印先回去，刚才老八不想住院，需要战印在这里压着他。现在啊，怕是赶他出院，老八都不想出院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和三哥留在医院看着老八就行。等检查结果出来没什么大问题，就让他的小管家过来照顾他。他们买在市区里的房子都请了小管家帮忙打理家务事的。战月也力劝大哥大嫂回去，自己的2个亲哥哥在这里，他都压力山大的了。他最怕的大哥也在这里坐着。战月觉得自己就算伤得不重，也会因为大哥的严肃而加重伤情，对大哥的敬畏从小开始。现在自己都快30岁的人了，也算是能力出众，事业有成。可是，一面对大哥，战月依旧不敢造次，无端就添了几分压力，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做错了事挨大哥一顿批，更怕挨大哥一顿揍。虽然大哥很少动手，不代表大哥不会动手呀。不过有了大嫂后，又有了侄儿女，大哥明显温和了，对他们这些弟弟若是过于严厉，大嫂会替他们说情，不许大哥老是对他们严厉。大嫂真的是他们兄弟几个的救星。用老九的话说，他第一次见到大嫂时，就紧紧地抱住了大嫂的粗大腿，在家里就算是有靠山了。老九那小子滑头得很，他第一次见大嫂时，怎么没有想到抱紧大嫂的粗大腿呢？他们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在观望，毕竟大哥是很抗拒和大嫂闪婚的，被奶奶一再的做工作，万般无奈下，出于对奶奶的孝心，大哥才肯娶了大嫂的。大家都想着大哥那样的性格，闪婚了，没那么容易就爱上大嫂的。结果大嫂就是拿下了大哥，大哥爱大嫂爱到会发疯的地位。老八还记得大嫂知道大哥真实身份时，向大哥提出离婚，大哥就发疯了，居然做出将大嫂软禁在家里的事情。若不是爱到发疯，大哥做不出那样的事来。还好如今夫妻俩恩爱非常，还儿女双全。好想贝贝啊，他住院这几天都不能回家抱抱小侄女了。战月对于住院最不习惯的就是不能回家抱小侄女。奶奶说那是他们战家盼了几代人才盼来的小宝贝。年轻气盛时听到别人说他们战家是和尚庙，专生儿子，战越是不服气的。当上面几个哥哥先后结婚生娃后，生的都是侄儿，战越慢慢信服了。以后他娶妻生娃，怕是也是生儿子的命。很想有个像贝贝那么可爱的女儿呀。战印恩着，那你们俩在医院看着这小子，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。没什么大问题，就让他的小管家过来照顾他。战月脚没有伤，也就是手上有点伤，现在缠着了纱布，吃东西有点不方便而已，有一个人照顾他都可以了。知道了。战浩宇送着兄嫂出病房。浩宇，不用送了，我和你大哥一起。海童让战浩宇不用再送，战浩宇也就送兄嫂出了病房，便停下来目送着兄嫂远去了。他才扭身要回病房，手机却在这个时候响起。他看一下来电显示老婆大人打来的，他便暂缓进去，走到走廊的尽头，安静点才接听老婆的电话。浩宇，你出去了吗？2个儿子问爸爸去哪里了，找爸爸呢？乔涵问道。出来了，有点急事要处理的。有那么小伙伴一起玩，还找爸爸呀？乔涵说道，也就是想起你这个爸爸。问了2句，现在又出去疯了。他们不在家，我也能安。静点，咱们什么时候回江城？2个小子留在家里陪奶奶。乔涵迫不及待想回去上班，相较于带娃，他更喜欢上班，哪怕要他天天应酬，有着处理不完的文件，他都乐意。实在是不想带娃，特别他的是孪生子，他觉得让他天天在家带娃的话，他会疯的
还会短命，至少会短30年命的那种。两个小子太疯了，调皮得很，1分钟都静不下来。当他们真静下来了，必定是在搞破坏。小孩子精力充沛，太折腾人了，还是留在老宅里，地方足够大，他们可以到处跑，家里人多也能看管他们。总之不用他带娃，他就阿弥陀佛。要知道在江城的家里，他们家换保姆是最快的，给再高的工资保姆都干不长。在2个孩子3岁以前，他们的保姆能干上1年是最长时间的了，一般都是3、5个月就辞职走人了。3岁之后送到幼儿园去，渐渐懂点事了，才好很多。如今照顾他们俩的保姆是从管城这边调过去的，算是待的时间长的了，至今还跟着照顾2个臭小子。乔涵无法想象普通人生了一对调皮的小子，请不起保姆，需要自己亲力亲为时，当妈妈的人会有多崩溃。反正让他陪伴孩子1天之后，他就赶紧出差去。过几天吧，我还要在家里待上几天。公司忙的话，你先过去。要不是老八突然出了车祸，战浩宇是打算明天就陪老婆回江城，他的工作重心也是放在江城的了。出什么事了吧？乔涵聪明得很，她在商界是比丈夫厉害的。嫁人生娃后，弟弟也成了家，成熟稳重多了。乔涵才将乔氏集团交到弟弟手里，但他依旧是乔氏集团的总裁，很多时候还是以他为中心。你在屋里还是在外头？身边有谁？战浩宇问道。有事他都会告诉老婆，不喜欢瞒着老婆，怕被老婆知道了冷他几天。乔涵的性格不会跟他吵架，他不爽时就是冷落他几天都不想搭理他，这种冷落简直就是要战浩宇的命。他这个人话多，偏偏老婆不搭理他，他是受不了的。被冷落过1次后，战浩宇有事就不敢再瞒着乔涵。我在房里就我一个人，你说吧，别人听不见。果然是有事，乔涵就知道丈夫突然出去了，准是有事。老八出了车祸。乔涵心一紧，关心地问，伤得重不重？在哪里出的车祸？你和老五还有童姐都去了医院是吧？战浩宇答道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没有让长辈知道，就是伤得不重。目前知道的只有外伤，是否有内伤还得等拍片的结果出来。看老八像个没事人似的，他也说没什么大问题，车子就是车头撞损有点严重，他说挡风玻璃碎了部分，划伤了他的手。他先打电话给大哥的，大哥联系大嫂，让大嫂通知我和老五。现在大哥大嫂离开了，我和老五还在医院，等检查结果出来，若没有大问题，就让他的小管家过来照顾他。他们突然离家，长辈知道了必定会怀疑出了什么事的。别看奶奶现在不管事了，老人家还精明着呢。人没事就好，车子坏了就坏了，到时候换一辆新车，怎么会出车祸的？老八一向稳重，不像老九那样还有点跳脱。老九战燕是最小的，哥哥们都疼他，他不用挑家族重担，又未到要被催婚的年纪，最是轻松，性子便还有点跳脱，不够成熟稳重。24、25岁的男人的确不够成熟稳重。没事的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在家里看好2个臭小子，晚点我就回去了。臭小子不听话，等我回去揍他们一顿。乔涵笑道，你也就是嘴上说说，真敢揍他们，奶奶的拐杖就往你身上招呼了，就是爸妈也不会饶了你。咱们家可不能暴力教育，虽然但是有时候他也很想揍2个小子一顿。战浩宇嘿嘿的笑，带他们出去再揍他们，不许他们回家说就行了。他们可不傻，暑假期间有老祖宗罩着他们，你带他们去哪里挨了揍，他们回来都会告诉奶奶的。算了，男孩子本就疯一点，反正是放暑假，就让他们疯一疯吧。
现在疯的又不是咱们两个，个个都玩到疯，就是贝贝和妞妞也跟着哥哥们身后跑来跑去的。乔涵边说边笑，我看那几个臭小子很不乐，一带着2个小妹妹玩，但又不敢不带，哈哈，看着他们无奈又不得不耐心带着小妹妹的样子，挺好笑的。当然也很有爱，他们都疼着2个小妹妹。战浩宇说道，那是妹妹太少了，他们都懂得疼妹妹的，我兄弟9个，愣是没有一个妹妹。若是有一个妹妹，我们也会拿命来宠着她。老八的事暂时不要让家里长辈知道。乔涵说道，放心，这个我知道。老八没什么大事，让他住院观察几天，等手上的伤完全好了再回来。反正大家工作忙，不是天天都回老宅，那是自然的，我们都是这样安排的。老八本来不想住院，他说没事，大哥压着他要他住院，他还唠唠叨叨的呢。现在啊，不用大哥压他，他都要住院，说不定还想住着不走呢。怎么回事？有什么枝节吗？战浩宇低笑的道，老八的缘分可能来了。刚才有位年轻的女医生过来，由她负责老八。我留意到老八瞧见那位女医生后，眼睛都亮了。老八对那个女医生一见钟情。乔涵也笑了，这还真是缘分来了呀。平时我们给他们做媒，安排他相亲，他都没感觉缘分来了，都不用我们牵线，他自己就心动了。那是缘分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就是不知道那个姓曾的女医生品性怎么样，家世如何。我们家也不是特别强调一定要门当户对，但也不能太普通。家世过于普通的嫁入我们家，弟妹也会压力山大。上面7个嫂子都是有身份有背景的人，8弟妹若是个普通人，是会压力很大。医生救死护伤，品性应该不会差的，能培养一名医生出来，家里条件也不会太差吧。这些都是次要的，主要的是对方是否单身。乔涵觉得那个曾医生家里应该不会差，她觉得丈夫该担心的是，曾医生万一有男朋友，自家小叔子好意思去抢别人的女朋友？战家的儿郎岂能知3当3？天底下的好女人多了去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女人去当小三的。这个也是老八的事，他自己会打探清楚的。若人家名花有主了，他会放下的。毕竟才见一面，哪怕他一眼就对人家有好感，说有多深的感情也是假的，还是很容易放下。战浩宇不替弟弟担心。那个女医生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看她的工作牌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姓曾。你想去打听？想吃瓜？战浩宇笑道，行，我去打听一下，下午回去让你吃上完整的瓜。乔涵笑，好，那你先照顾老八，我去看看那些小家伙在玩什么。夫妻俩结束了通话，乔涵起身往外面走去。与此同时，战印夫妻俩回到了战氏集团。海彤既然出门了，就不着急回去，跟着丈夫回公司，待会儿去周家接洋洋。她发信息给姐姐，让姐姐不必去接洋洋了，她去接就行。老公，你忙你的，我坐会儿就去接洋洋。进了总裁办公室，海彤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，自顾自地进了小茶水间。战印跟着进来，自背后搂住她的腰肢，低手靠在她的肩膀上，又靠近一点，在她的腮边亲了亲。老婆，咱们好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爱你。海彤扭头，她抓住机会在她的唇上戳吻一下。她笑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说那么肉麻的话。咱们也没有多老呀，还算不得老夫老妻。等咱们7老80了，那才叫老夫老妻。我爱你就是爱你，哪怕满头白发了，我都爱你。这不是肉麻的话，是我的真心话，掏心掏肺想说的话。他将海彤的身子完全搬转过来，低头就吻了上去。海彤轻搂住他的脖子，热情地回应他。一吻之后，他弯腰就要抱他进休息室燃烧一回。